别呀，你自打来这儿跟同事们聚过餐吗？我才没有，你看你吓得别人也不敢接我的邀请了。来呗，我请客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怎么样？不去。你这么拒绝我，不怕我下次出去办案给你暗中使绊吗？蓝湛不应声了，旁边的同事们看傻了眼，从来没见过敢在蓝队长面前不发怵、嬉皮笑脸还敢威胁本人的，不由对这位新上任的副队长肃然起敬。敬你是条汉子。半晌，就当魏婴要放弃了，准备偷偷私下里搞的时候，蓝湛吭声了。好。魏婴先是一愣，旋即喜悦爬上眉梢眼角，他一拍手道：这是你说的，你答应我了，那今晚可得来。兄弟们，来商量去哪儿吃。实话实说，蓝湛自打来这里，刑侦队里还真没有过一次正儿八经的线下聚会。要不是大家平常出去办案，互相配合接触的次数多，大家之间的关系说不定还真没这么铁。副队长这位置这么多年一直没人，跃跃欲试的大有人在，谁知半路杀出个魏婴，要说一点反对声都没有是不可能的。可是这副队长刚来就能让队长松口，这就太有能耐了。省总局魏婴在几年前来过一次，那时候他刚刚入职，对去总局学习还没有具体的概念，还积极的给自己争取到了这个名额。可当他去了，那一整周的时间都在后悔。魏婴聪明也机灵，所谓学习也不过是把一群人集合起来上课，可把魏婴逼得可谓是苦不堪言。自那以后，魏婴就再也没来过这里。这一回被总局长要来，大概是不会再被放回去了。于是魏婴开始打探此处的环境，诸如哪家饭店好吃，哪里酒吧调酒好喝此类的。最终定在了一家大家可以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日料店。审核室果然是有区别的，魏婴坐公车绕绕弯弯晃荡了近1个小时才到地方，还险些迷路。他一边对比着导航一边挠头，正在纠结要不要给同事打电话寻求个导游出来，就看到了同样在犹豫的蓝湛。这倒好，怎么说蓝湛也是个本地人呢？于是魏婴热情地招呼上去，蓝湛冲他点了点头，一改方才踟蹰不前的状态，先行进入了约好的料理店。同事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，正所谓你永远都不知道在你隔壁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整个刑侦大队集体出来约饭，怕是这整个饭店都不敢有人光临了。见蓝湛来了，本就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达到了最高潮。魏婴一边跟他们高谈阔论，一边拿酒瓶在蓝湛面前晃了晃，抽空问他：蓝湛，喝酒吗？我自己带的，绝对好喝。不喝。蓝湛一顿，又补充道：水就行。魏婴颇为惊奇地挑了挑眉，也不勉强，空过他去给大家都倒了酒，蓝湛给自己倒上2白开，自顾自地喝了半杯。初来乍到，还得靠大家多多照顾了。魏婴一手举杯，笑道：我先干为敬。不敢不敢，一位女同志笑道：刚来就能托我们蓝队出来吃饭，一般人可做不到。卫队是从哪里派来收服我们蓝队的？嘿，魏婴道：敢拿你们蓝队开玩笑，我看这位女同志也很不一般啊。大家哄笑一团，大概是喝到了兴头上，平常对蓝湛的敬畏消散了不少，甚至还有人拿手肘去顶蓝湛的手臂。话题主角蓝湛不为所动地低头喝干剩下的半杯水，可能是气氛所托，总感觉他的表情也柔和了不少。蓝湛不介意，诸位便越发肆无忌惮了。一群刑警也像最普通的人一样，八卦一下哪个部门的谁谁又跟哪个部门的谁谁看对了眼，哪位领导又抱了孙，最近又遇上了什么难写的报告，盼来盼去明天怎么才周2啊？饭局到了尾声，魏婴反而安静了下来，他边喝酒边听他们聊着聊那。毕竟他是新来的，很多话题他参与不了，只听也能融入不少了。一直赖到料理店打烊，因为第2天还要上班，一行人都没敢喝得太多，酒量小些的微有醉意，被晚风一吹也清醒得差不多了。蓝湛没有住单位公寓，魏婴也没有住，2个人刚好同方向，便在料理店门口与其他人告别。蓝湛临走时不忘了提醒明天准时上班，被魏婴一拍肩膀拉着走了。当然刚走没2步就被蓝湛挣脱了。2个人一路走一路沉默，路过街边小摊，走过天桥，经过深夜也不回家的情侣，最终还是魏婴先开口了。蓝湛。又沉默了半晌，
魏婴噗地笑了一声，蓝湛侧头看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总感觉跟你这么投缘呢？投缘？对，投缘。魏婴微微扬起下巴，嘴角挂着笑，灯光打在他的五官上，模糊了轮廓。他道：虽然你也不说话，闷得要命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跟你很合得来。实话实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跟你一样有默契的人了。蓝湛沉默。我有个弟弟，不是亲生的，也没有血缘关系。我是我叔叔养大成人的，他是我叔叔亲儿子。他是跟我最有默契的人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。他一直都想当警察，可是他不能，他得继承家业，所以当年报志愿，我去了警校，他去了普通高校。我爹娘也是刑警，在我小时候他们就殉职了。我还记得他们最常教导我，生命至高无上，所以我想看看，可以舍弃掉至高无上的生命的职业，究竟是如何的。所以当时我毅然决然地去了警校，进了警局。其实感觉很不错，但是一个人实在太没意思了。说到这里，魏婴突然噤了声，他难得局促地看了看认真在听的蓝湛，觉得自己方才那番话实在有点矫情，干笑两声，尴尬道：我就随便说说，你别介意。没事。顿了一下，你说吧。魏婴看着蓝湛的侧颜，心里什么地方动了一下，虽然不知道自己还想说什么，但是他依旧顺从着蓝湛的意思，继续道：但是上次跟你一起办过案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我觉得这可能什么？魏婴不知道，他忽然回过神来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可能咱俩有缘有默契，是知己吧？蓝湛听完，轻轻地了一声。他垂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的光影映在脸上。他本就好看，侧脸更是堪称完美。深夜路上没什么人，方才马路上的车呼啸而过，现在世界蓦然归于沉静。魏婴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，把刚才自己的话审视一遍，又找不到哪里有问题。刑警敏锐的直觉在这一档口离家出了走。魏婴回过头来低头看路，心头有点疑惑，可能今晚喝的有点多吧。周五，蓝湛收到了一份邀请，那是临近下班的时候了。周一的那次聚会显然有了效果，整个刑侦部办公室里都充满着友好和谐的氛围。只是蓝湛就听到了有2队周末约出去玩的小队伍了。还剩最后10分钟的时候，魏婴突然从隔壁探出了头，他扒着中间隔档的玻璃板，声音低低的，却又很雀跃：蓝湛。蓝湛手里的笔一顿，旋即被放下。蓝湛抬起头来，周末有时间吗？有。要不要出去玩玩？去哪？魏婴嘴角一抽，咧着嘴道：哥哥，我是新来的，哪里好玩难道不是你更懂吗？蓝湛看着他，好像懂了他的意思，点了点头。周末，蓝湛领着魏婴去了当地最大的书店。